我在回京路上遇刺，刺客的刀已经挑开帘子，我急中生智亲了他一口，娇羞地低下头。小女子爱慕郎君已久，只盼结成夫妻。真的吗？小刺客结巴起来，连刀也拿不稳了。当然是假的。小刺客纯情好骗，我一句要嫁给他，就让他在山崖下挑水打猎，任劳任怨。寻到机会逃跑，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。后来我扯进了一桩官司，天界听审。我跪在堂下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妄图让帷幕后的青狼王心生怜惜。可王上的亲弟弟青狼王撩开帷幕，看着我冷冷道：沈大小姐说的话，本王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傻了。小刺客是青狼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沈之月。想不到我沈大小姐从扬州回来的第一个惊喜是被亲弟弟告上衙门。诉状上写我谋夺家产，连我开的绣房都是哄骗良家的魔窟。放屁，简直是危言耸听。家产是我爹临终前在我刀下一字一字写的，怎么是谋夺？至于魔窟也有，但不是这个。我跪在地上，娇弱的掩住脸喊冤，还适时挤出了2滴眼泪，梨花带雨的模样。我自认为堂上没有哪个大人会不心软。沈少爷，您确实过分了。张颂诗小声拉了拉我弟弟的衣摆。你是站在哪边的？我弟白了他一眼。那你也没说是对一个娇滴滴的小姐呀。张颂诗委屈地低下头，他都被我骂哭了。我假借是泪，偷偷观察了一下堂上。堂上金隐崔大人与我是旧相识，向来对我的眼泪束手无策。帷幕后还有一位王爷听审，据说那是王上的亲弟弟，又是失踪，前些日子才寻回，封为青狼王。他虽然迟迟不语，却也不反驳我的陈词，想必心里已经偏向了我。王爷若无异议，沈小姐等等。帷幕后青狼王开了口，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我柔弱地抬起眼，娇怯地看着纱幕后的男人。那一道纱幕被徐徐撩开，纱幕后青狼王眉眼冷峻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跪在地上的我。他说的话，本王一个字也不会信。干，怎么是他？我万万没想到，青狼王谢郎竟然是白霄。3年前被我始乱终弃的小刺客白霄。沈大小姐不记得本王了？迷是，我眼睛飞速一转，奴家长居深闺，不曾见过王爷。要是今日哪里得罪了王爷，还请王爷看在与小女子是初见的份上，饶了小女子。我以为这般做小伏低，小刺客会消消气，谁知道小刺客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他怒极反笑。好，是本王认错人了。我跪在堂下，饶是数九寒天披着狐裘，还是出了一背的冷汗。我哆嗦着嘴，强装镇定。那王爷您要是找到那个人，要如何处置他呢？他笑一笑，慢条斯理地轻了轻身子，饶有兴趣地将我从头打量到脚。本王会一点点折磨他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当然，沈大小姐不用担心，你又不是他，对吧？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我和白霄的缘分要从3年前说起。那时我爹还没死，不学无术的弟弟沈无由与我爹起了争执。情急下，我爹说还有我这个外室生的姐姐，将来弟弟不争气，他就把70%的家产给我。那时正赶上我母亲去世，我爹派人来接我回京。沈无由得知了消息，买了刺客埋伏。马车已经被逼至悬崖，小刺客挑开帘子，刀抵在我喉头的那一刻，我无视一地7横8竖的尸体和小刺客满身的血，我径直扑上去抱住了他，将头埋在他脖颈，挤出惯用的哭腔。原来是你救了我，月儿好怕，还好有你。少侠救命之恩，月儿无以为报，只盼与少侠结成夫妻。他愣愣地拿着刀，张着手任由我抱着，满眼不知所措。温香软玉再怀也不管用。我咬咬牙，心一横，一口亲了上去。他唇上沾血，粗糙又冰冷。方才我亲眼看他以一敌7，手中快刀如鬼魅夺魂。可是这一吻下去，他连刀都拿不稳了。我踮起脚瞧他，冲他得意一笑。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可不能反悔了。他闷不吭声推开我，低头慢慢地将那把让我胆寒的匕首一点点擦净。
他擦得很仔细，应该很宝贝他那把刀。我打量了下四周，这荒郊野岭的，饶是他擦刀再慢，我也跑不掉。我忐忑地等了他许久，终于他抬起头，小声问我：结成夫妻是什么意思？我眼睛一亮，就是我跟你在一起，以后有一个家，你得一辈子保护我，对我好，不让别人欺负我，当然更不能杀我。有一个家，他重复着这句话，悄然红了耳根。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。我已经定了亲，对方还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户裴家公子，据说温柔倜傥。真的好骗。小刺客说他叫白萧，让我叫他阿萧就好。我说小白，我的脚扭伤了，你能不能背我？小刺客显然很不喜欢小白这个称呼，但是还是闷不吭声背起我。可是一路上任我怎么套他的话，他都不再理我，像是生了闷气。他不说话，我就在心中盘算，到底是谁想杀我？是沈家主母？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？还是我爹反悔了？如果搞不清楚谁想杀我，回到京城又要吃不少暗亏。想到这里，我贴在小刺客耳边，吐气如兰。告诉我好不好吗？夫君。听我唤他夫君，小刺客忽然身子一紧，他停住了。怎么不走啦？我饿啦，夫君。我疑惑。小刺客身子滚烫，艰难开口。等再走。也别在我身上叫我。叫你什么？我贴在他耳边，轻声道：小白。拜。难道是夫君？听到夫君，小刺客呼吸一滞，终于妥协了。还是叫小白吧。小刺客住不起客栈，我们就在荒郊的破庙歇脚。小刺客很好骗，一句成亲能让他任劳任怨。我一句饿，他猎到了野兔野鸡。我要洗澡，他彻夜未睡，为我砍柴挑水。他把马车上的布扯下，在我和他之间挂起一道帷幕。我和他在破庙里住了3日，知道了白萧这个名字是义父为他取的。除了义父，他没有亲人朋友，他很会杀人，但是也只会杀人。而要杀我的人，是我的弟弟沈无忧。你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他低头用他那把很宝贝的匕首给我削果子。对呀，有小白，我不怕他。我托腮看星星，如果你没杀我，会怎么样啊？拿不到钱吗？他低着头，略想了想，长睫也垂了下去，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翳。义父打我一顿就好了，但是没关系的。他将果子递过来，我才注意到他袖下纵横交错的伤疤，已经不疼了。我心中一动，将不该有的怜悯压下去。3日后，小白把匕首交给了我，叮嘱我在这里等他回来。他跟义父请罪后会来接我。我乖巧地点点头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我抓起匕首和包袱就跑，所幸在路边碰上了商队。我哀求他顺路送我去京城，领队犯了难，说要回头请示少爷的意思。马车厚厚的锦帐掀开，露出一张如玉的脸。他温温一笑，对我伸出手，我不敢贸然上车，戒备地攥着刀看他。是沈家大小姐，沈之月。我一愣，整个京城应该没人见过我，迟疑片刻，我还是点了点头。他忽然笑了，似乎很开心。小花猫一样的脸，跟画像上的仙子不像，在下还真不敢认。画像。我后知后觉抬起头，才看见商队旗帜上一个斗大的裴。你是？我心下猜到了8、9分。沈大小姐的未婚夫裴伯远。青狼王谢郎高坐台上，脸上仍带着和煦的笑，似乎刚刚真是一场误会。是本王记错了，因为沈小姐笑起来很像一位故人。一句话让我生性就不爱笑。之月，我来得晚了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激动地回过头。是裴伯远。我刚到京城时，是裴伯远手把手教我做生意，从看账收租、人情世故，到这京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。我知道他喜欢我做出娇柔的样子，便一口一个裴郎，他也乐得我依赖他。这3年，他扶着我坐稳了沈家大小姐的位子，沈裴2家合力开了不少商铺。看见裴伯远，谢郎眼中情绪难辨。你是何人？在下裴伯远，与沈大小姐有婚约。谢郎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，一字一顿道：
原是一对佳偶。我心虚地低下头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沈小姐4年前就娶了裴公子，是京城人尽皆知的美事。说得很好，下辈子不要再说了。4年前，不等谢郎推算，裴伯远将手附在我的手背，示意我安心。沈少爷向来和知月不和，也不是头一遭闹上衙门了。沈老爷早已主意知月接管沈家，所以签了契书。至于绣房留言，也希望王爷眼见为实。不，契书是我拿刀逼我爹签的，我事事对他坦诚，唯独这事我敢没告诉裴伯远。他素来重孝道，一定不许我这么做。我这未婚妻素来身子柔弱，单纯善良，不惯与这些人计较，才被人一再欺辱。谢郎捏着契书，像是捏着我的后颈。听到裴伯远说到柔弱单纯，谢郎的眉头一跳。什么意思？我难道不柔弱单纯？许久，谢郎悠悠放下契书，笑道：既然契书不假，待绣房一事查明，自然好说。谢郎虽然没有针对我，可他一来，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我央求裴伯远回扬州避避风头，或者早日完婚，省得夜长梦多。裴伯远却说我只是多心，因为亲王王才回京，在封地的名声却不差，不会无缘故为难我这种弱女子。难道知月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我一愣，下意识就撒了谎。没有。不知为何，这4年里，我总对他撒谎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他问我为何如此狼狈，我说是贼人刺杀，我侥幸逃脱。后来我发现他喜欢柔弱单纯的女子，便做小伏低，他也当真享受我的示弱和依赖，手把手教我做生意。不敢找谢郎自取其辱，我决定问问崔浩。恰好是崔京引崔浩的生辰，我在南楼水榭设宴。冬日温酒，我颇为狗腿地给崔浩斟满。崔大人，我有个朋友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还请您指条明路。怎么得罪法？是欺他少年穷，还是夺人所爱？是我朋友始乱终弃，还用终身大事来诓骗那人。现在我朋友要成亲了，那人却找上门来了，又得罪不起，那就有点难办了。如果是我被这么骗了，要么故作柔情，让对方也上一次当，伤透他的心，要么大方地成人之美。崔浩喝了口酒，不紧不慢道，让他俩黄泉路上再做一对恩爱夫妻。说罢，崔浩抬眼，意有所指地看着我。所以你不是我？我忙摆手。所以你朋友要么认真给人家道歉，要么想想怎么能让他消气。崔浩轻笑一声，哪怕你朋友在故技重施呢。我盘算了半日，如果和裴伯远分开了，对沈家的生意百害无一利，沈家族亲也是碍着裴家威势，这些年没有欺我自立门户。说什么故技重施，我哪敢故技重施？我只能去探探谢郎口风，跟他道歉，只要他能消气，哪怕磕几个响头，我也认了。很快，谢郎就来了绣房。绣房里尽是女工，并无男子出入。沈无由也不算胡搅蛮缠，因为常有安庙假借修行，实则是卖笑的暗门子。上了茶，我将绣房册子递给谢郎，陈述绣房现况。织机9架，1等绣娘并织工17人，2、3等杂工并上学徒仆役48人，妾身等近100名女子，皆柔弱无依，靠着这绣房艰难度日。外头竟然传得如此难听，实在是不给小女子一点活路。听我说柔弱，崔浩低头喝茶，裴伯远眼中怜惜，只有谢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被茶烫到了。饭毕，我将约见的字条压在谢郎的茶碗下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坦诚和他道歉，下跪也好，磕头也罢，我都认了。谁知散席更衣时，谢郎没来，裴伯远先寻到了我。裴郎，你有事同我说。裴伯远思忖片刻，笑道：是我母亲想我那一门妾，但是你相信我，绝不会给你添一点麻烦。是我表妹被山贼所诬，嫁不出去，所以只能投靠我。母亲也赞你贤惠善良，不是不容人的性子。不，我不善良，更不贤惠。若我不许呢？他家对我母亲有大恩，我虽然心里只有你，却不能不报。漫天雪花，搅得人心乱糟糟的。所以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利落地打断了他。裴伯远一愣，立刻笑道：怎么会呢？
只是你多了个洒扫丫鬟伺候。何况满京城都知道你是我未婚妻，你不嫁我，还想嫁给谁？他满脸宠溺不假，可这句话却像威胁，说得我后背一凉。别闹了，知月。他还想像过去一样伸手揉揉我的头，向来他觉得我任性了，便会这般安抚。还说什么别闹了？为什么我只是理智地表达了我的立场，却要被认为是在耍性子的闹呢？我不动声色后退了一步。这就是裴伯远，或者说男人们的狡猾之处。纳妾一事，句句孝道，字字爱我。他母亲了了心愿，他全了孝道，还多了个娇妾。唯独我前狼后虎，进退不得。若是个糊涂女子，也许就应了。可我沈知月不行。若是担心没有饭吃，我绣房的女子有5两银子的月钱，我也愿意送她去姑苏学绣，只要是我绣房出去的人，将来养活自己不是问题。她毕竟有恩于我，我和她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谁？裴伯远不说话了，沉默就是一种回答。我的眼泪很是时候的落下。是你不要我了，对不对？这3年朝夕毕竟不假。裴伯远心中一动，想为我擦泪。我摇摇头，哭得不能自已。知月以为这辈子能跟裴郎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想不到知月如此福薄。可母亲遗愿难违，知月此生定要嫁个一心一意的男儿，绝不像他一样在后宅与女人们争斗，郁郁而终。不就是妈妈，谁没有啊？我哭得梨花带雨时，瞥见假山后玄色的衣衫一角，是谢郎。他听了多久？见我这样，他一定幸灾乐祸吧？顾不上胡思乱想，我忙抽噎道：只是当初我们一起去过的南楼、西安当铺、椒盐房和五色房，裴郎能不能给我？瞧他愣住，我眼泪汹涌而下。如今裴郎不要知月了，南楼水榭我们曾一起听曲看烟火，西安当铺裴郎教知月识货，裴郎难道连回忆，连个念想都不肯给知月？没有裴郎，只有这些冷冰冰的契书，陪知月度过漫漫长夜。知月看到裴家的印鉴，就像看到裴郎一样，就像裴郎还在知月身边一样。他眼中不舍，想上前一步搂我入怀。我后退一步，肝胆欲碎地看着他，轻轻摇了摇头。你等我，我再去求一求母亲。裴伯远走了，我擦干眼泪，看着假山。风水轮流转，王爷想笑就笑吧。我不想笑，你别伤心。谢郎想把帕子递给我擦泪，却发现我脸上一点泪痕也无。他犹豫道：如果你想听曲看烟火。其实这时我应该柔弱地接过他的帕子，或许像当初出狱那样靠着他，痛哭流涕说自己看错了人，或是说裴伯远与他3分相似，所以才和他在一起。可我不想再装了。我很轻松地对他笑笑。我很讨厌看烟火，也一点都不伤心，你又被骗了。谢郎在雪中怔住，我忽然觉得很好笑。这3年我做小伏低，这么些天我寝食不安，到头来竟然是个笑话。而我这边拿到了契书，那头他表妹和正妻2顶小轿就进了裴家。听说裴家主母早就为他挑了另一位正妻，那家虽穷了些，但父亲终过举，姑娘也谦和恭顺，并不计较这位表妹。而我淋了雪，染了风寒，回去就大病了一场。病得迷迷糊糊时，已经有传言说我在南楼水榭勾搭上了崔浩，被裴伯远撞破丑闻，所以才退了婚。京城的人也会见风使舵，不知是谁传出了这位王爷看不惯我的流言。绣房的订单骤跌，一直被我摁在地上的沈无由竟然也敢撬我墙角，挖走老主顾，联合几个商会对我落井下石。一夜间，我成了整个京城最大的笑话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我病得很重，大夫说是急火攻心，又被寒风击了。晚上起了烧，烫得厉害，迷迷糊糊中似乎有谁将茶递到我嘴边。裴郎，茶盏一顿，我费劲地睁开眼，就看见小刺客黑着脸。谢郎，他确实把我忘了。他跪在堂下，低头哭得梨花带雨，在座男人无不心生怜惜。我在沙幕后静静看着他，只觉得这矫揉做作的柔弱姿态实在可笑。沈无由说得不错，王爷不要被他骗了，我这位姐姐是天生的生意人，满嘴谎话，哪怕是1文钱的利，真心也能拿上称卖的。是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
只有蠢货才会信他满嘴的谎话。这3年，我曾无数次想过要如何报复他的欺骗。第1年，我想要将他挫骨扬灰，痛哭流涕跪在我脚边。第2年，我想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受过的罪都要在他身上再来一遭。可当纱幕掀开，看见他红着眼睛，怯怯地看着我。第3年，我想要问他，当初不告而别是否另有苦衷？可他竟然假装不认识我，一口一个久居深闺，不曾见过，高抬贵手。那当初的肌肤之亲，结成夫妻，又算什么？看到我的脸，小骗子甚至吓得哭不出来。我知他弟弟或许有心诬告，可我想听他自己说。但是他的未婚夫来了，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。你为什么这么依赖他？为什么不求我呢？他不求我，他眼睛里明明白白写着怕我。4年前，原来遇见我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有婚约了。他们算一对佳偶，那我算什么呢？瞧我一直黑着脸。退堂后，崔浩请我去吃酒。方才暗流涌动，崔浩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一眼就看了出来。沈之月明年会和裴博远成亲，不知他哪里得罪了王爷，王爷不要和他计较。他不嫁给裴博远，也没别的路走，沈家对他虎视眈眈，如果毁了这门亲事，没人能护着他。谁说没人护着他？他来沈家这3年过得很难，母亲养在外头，至死也没有名分。要攀裴家高枝，才想起来把他接过来。他弟妹明里暗里总撺掇弟弟和他过不去，而裴博远这人孝顺又肯护着他，已经算良配了。堂上裴博远护着他，生怕我吃了他；堂下崔浩也偏心，一字一句都在护短。我看起来很凶吗？你可是把那么爱哭的沈大小姐都吓得不敢哭了。你似乎很偏袒她，只是觉得她过得很不容易。崔浩笑着为我斟茶，如果很在意他骗了你，大可以骗回来。我以为小骗子要一辈子躲着我走了，谁知几日后他就请我去绣房。我看他身形晃了晃，可几乎一瞬间，他就从伤心欲绝的情绪里抽离出来。他站在雪里，漠然地看着裴博远离开的背影。3日夫妻，让我耿耿于怀至今。而3年感情，他是可以说放下就放下的。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认识过他。小骗子病得很重，大夫说是急火攻心，又被寒风击了。晚上他起了烧，烫得厉害。我为他倒茶，听他梦呓着唤陪郎。我手上一顿，他看见了我的脸，他呼吸一僵，立马换了个人念道：谢郎。我提醒自己，眼前女人最擅长演深情，骗得人团团转。我才不会上当。当然也不是担心他的身体，所以来看他，只是怕他染了风寒会过给自己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别装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要不要我去帮你喊陪郎过来？听我这么说，他身子一僵，盖好被子，我将手抽开，他忽然从被子下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袖口，可怜兮兮道：小白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我气，好不好？我的心忽然塌下去一块。我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了。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女人还有什么把戏。她养病这几日，裴家的消息没人瞒她，也瞒不住。说裴公子好福气，娇妻美妾，其人之福。妻子大度贤惠，妾室恭敬温顺，一家子和和美美。消息传来时，外头下着大雪，他切新城的手一顿。今年的橙子不甜，他撒些细盐，无盐胜雪，消融在剔透的橙肉上。我娘教我的，如果不够甜，就加些盐。他递给我一块。小炉正暖，一室成香。他怔怔地看着外头的雪出神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病中这几日，他瘦了1圈，也消沉着不爱言语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后悔退了这门亲事，毕竟那妾室却是恭敬本分。也许她嫁过去，并不会如他所想那般后宅不宁。其实我母亲病死时，什么也没交代，什么遗愿，我骗她的。我娘死前只是不断咒骂我，为什么不是个男儿？如果我是个男儿，就能让他挺直腰杆进沈家。他说起过去，并没有素日的狡黠，一脸倦意。当初确实不该骗你，可是不骗你，不知道有没有活路。过去10多年，我什么也没有学会，可我很会骗人。我娘，裴博远，
甚至连我那个精明的老爹都被我骗了过去。他有那么多孩子，偏偏我最懂得讨好他。你们男人不懂，做个乖巧的女儿比做个争气的儿子更难。那意味着我要察言观色，在别人身上消耗太多心力，还未必能有实在的好处。他冲我笑一笑。至于裴家，我从不去幻想没走过的那条路有多么好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就当我又在装可怜骗你好了。我心中一动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听见外头吵闹，是沈家族亲议论着要将他撵出去，还有他弟弟沈无由的声音。崔大人，错不了，我这姐姐说是养病，屋里还偷着个男人呢。沈之月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小刺客仍然不为所动。外头吵闹，我依稀听见什么捉奸和肃清家风的话。来者不善，我如今没了裴家做靠山，如果他们和沈无由商量好，用肃清家风的借口将我关押起来，恐怕就由不得我了。我下意识看向谢郎，你躲起来，他们找不到奸夫，我应该还能应付。你怎么应付？崔大人会护着我。听我这么说，谢郎的脸色不好看。为什么要找他？他冷着脸，因为我们这么些年的交情，他应该会护着我。为什么？谢郎轻咳一声，将头别过去。为什么不求我？你会帮我？我狐疑地看着他。那求你？他好整以暇地坐着，瞥了我一眼，没有诚意。我细细想来，如果谢郎愿意帮我，那问题几乎可以迎刃而解。如果你当真愿意帮我，可以跟裴博远一样，我们做几年假夫妻，等你有了心仪的姑娘就退婚，这么些年应该够我把沈家上下收拾的。我自认为这计划天衣无缝，可我越说，谢郎的脸色就越难看。怎么好好的又生气了？咱们是做戏，不当真的。他脸色不好看，却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笑意更深。好，就一场假戏。外头沈无由吵闹着要破门而入，我卧病多日，甚至来不及梳妆。谢郎长臂一揽，将我圈入帷帐后，我下意识要推开他，他却在我耳边轻笑：别躲，不然不像夫妻。这话在理。他摘了束发的簪子，又解下那件玄色绣金的袍子，随意地散在地上。沈无由第一个推开门，瞧见地上的衣衫，大喜过望。崔大人，您瞧。不等众人伸长脖子窥探帐后春色，谢郎懒懒地撩开帷帐一角。沈公子带着众人是来捉本王的奸。虽然隔着一层纱幕，我依然察觉到沈无由下矮了一截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是怕长姐被人欺负。看我满眼崇拜，谢郎心情愉悦。本王与之月早已定亲，还未请沈家族亲吃酒，今日既然都来了，正巧把日子定了。我在帷帐中不住感慨，不愧是小刺客，随机应变。崔大人连契书都带来了。还真签字盖章。这假戏真是做得惟妙惟肖。等我坐上花轿才意识到，坏了，成真的了。我始终认为这场婚事是小刺客蓄意报复，却也要硬着头皮跟他扮演一对恩爱夫妻。洞房夜，我支支吾吾要睡地上，不睡一起，怎么叫夫妻？他很轻易地将我从地上捞起，做戏而已，又不是真的。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缩在床角，狐疑道：难道是喜欢我？红烛摇曳，衬得他刀裁般的眉眼更加锋利。谢郎不答。瞧吧，果然不喜欢。他不说话，却较真地问我：难道你不喜欢我？喜欢。明知我撒谎，谢郎也不拆穿，递过来一个箱子。给你的。那聘礼单子拆开来，厚厚一沓田舍农庄、九龙门面的契书，比裴博远给的分手费更厚10倍不止。我咽了口水，小心翼翼地看他。要是以后我们分开了，这些都要还给你吗？自然。怎么办？舍不得。那就不要分开。谢郎很认真地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兴许是美色才气晃人眼，我的心竟然抽动了一下，立刻点头。好，不分开。其实我心里有数，谢郎和我成亲大概是要报复当年我骗了他，但是没关系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如果将来谢郎另有新欢，我一定3过家门而不入，挂个王妃的虚职就好。王妃的名头就像那颗切开的橙子，我未必能吃下，
但是过手沾上些糖水也不赖。我病中这些日子，除了养病，就是记仇。先是造我黄瑶的沈无由，再是挖人的弟妹孟玉阁，一个也别想跑。第二日，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沈无由的绣坊是跟几大商会东家做了交易才开得起来，说那些富商们对沈无由屁股缝里的那颗痣爱不释手。我以为你会四处奔走辟谣，谢郎不掩赞许，一匹不染废了，只能用更重的颜色去盖住。我叹了口气，反正我弟弟也不可能逢人就脱了裤子自证吧。谁难为你，你只管跟我说。我胡乱点点头，只当谢郎是想看我吃瘪。下午偏又遇见弟妹孟玉阁来我绣坊挖人，每个绣娘开了10两银子月钱的高价，若是愿意跟他走的，还会介绍数一数二的富户人家，毕竟女人嫁人了才算安稳。我坐在主位，抄起一个茶盏，在孟玉阁脚边摔得粉碎。不像从前都是动动嘴皮子的软刀子，如今真动起手，吓得孟玉阁和身旁妇人脸色一僵。我冷脸看着他二人，什么时候二流货色也配站在我沈之月的面前？孟玉阁到底见过些世面，他勉强一笑：姐姐，你总不能拦着人往高处走，我也是想着姐妹们都给沈家干一样的活计，自然多拿些更好。从前在我手下，一口一个姐姐，踩着我爬沈无由的床时，怎么没有这副利落的嘴皮子？听我这么说，孟玉阁白了脸。他是被赌鬼老爹卖到青楼的，我10两银子从人牙子手里买来的，又花了大价钱送到姑苏学的手艺，在我绣坊吃不得苦，半年就爬了沈无由的床。见孟玉阁吃瘪，旁边妇人微微俯身：沈大小姐错了，即便不说月钱，单看这些女子签的活契，妾身实在不忍她们耽误了年岁，希望她们早日嫁个好人家，不要像大小姐这般劳心劳力，女子总归是渴望有个归宿的。况且这么些女人在绣坊外头说起来，总是对名声不好。她声音温柔，不少年轻的绣娘被她说动，手上刺绣的活计一顿。你是？我皱眉。她是裴家8抬大轿娶进门的正妻。孟玉阁讽刺地咬住正妻2字，期待在我脸上看到一丝尴尬和失落。原来是裴家的人，我还以为是沈家哪门族亲。我低头抿一口茶，笑道：那是该跪下叫我一声亲郎王妃。那妇人和孟玉阁一起愣住，难道要我再说一遍吗？二人对视了一眼，咬牙跪下。外头午后阳光正暖，透过明瓦照在雪白的生丝上，新雪才融，滴答落在青石板上，并着针线挑破绸缎的声音，很是静谧。从入我沈之月的绣坊那天起，我同你们白纸黑字签了5年的活契。这些年来，旁的绣坊给3两，我给5两，从来没有因为你们是不识字的女子而亏欠欺骗。你们要挑个好东家，我也不拦着，别家如何看你们被主检高知非我不知道，只是在我这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，别被人骗了又跪在我门前哭。别说前些日子，就说3年前，我这绣坊里出过一个叛徒，我送他去苏州学绣，他倒是出息，配得上10两银子的月钱。一根绣线他可以劈成49股来绣，手都用白蜜套上真丝套子护着，生怕坏了他吃饭的玩意儿。后来他嫁了个富商做妾，甘愿为他刺绣做活，10文钱也不要他的。后来他母亲病了，跟男人伸手却被奚落，男人将他锁在绣坊里，想偷卖绣品都不成。一等绣娘如今连1两的要钱都掏不出来，只有看老子娘病死的份儿。自然这世上是有多情种，可婚姻一事，男人用钱赌，输了大不了赔几个银子，女人要想上赌桌，先看自己这条命够不够硬。至于你说的，绣坊聚集一帮无媒无聘的女子，所以名声不好。那学堂不是也一样都是男人吗？怎么不见不清不白的传闻？所以你说嚼舌根的到底是谁？妇人脸色发白，死死咬住嘴唇，却强撑着笑意。女子抛头露面终究不是正事，你不能拦着他们成亲，女子还是相夫教子才能安度这一生。有钱总可买眼下自由的半生，再去想要不要过你说的另一种人生。我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我可从没拦着，只怕他们过惯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痛快日子，将来还肯不肯做小伏低去讨好男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孟玉阁却不这么想，因为沈无由对他确实好，而弟妹，
我也劝你一句，我那个废物弟弟拿你当枪使，将来他斗倒了我，拿了沈家的钱，第一件事就是那7、8门姬妾同你热闹热闹。若是哪日他低头跟我认错，外头问起来却说是你挑唆我们姐弟反目，一纸休书，我们毕竟血浓于水，你哭哭啼啼被休，可想过其中厉害？虽说现在他被我治着，却也是吃喝不愁，你又何必提携男人呢？他爬得越高，弟妹你就越危险。像现在这样踏踏实实的捏在手里不好吗？要是听懂了，就起来吧。孟玉阁是聪明人，他听得进去，但是裴家这位正妻应该是听不进去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何执意跟我过不去，明明拿了分手费以后，我再没跟裴伯远有过牵扯，连送我的南楼水榭，我拿到后第2天就给砸了。孟玉阁都尴尬地站着了，而他跪出了一层薄汗，仍然迟迟不肯起身。果然下一刻，裴伯远匆匆赶来，他楚楚可怜地跌坐在地上，哀哀地唤裴郎。裴伯远不去看他，倒是看着我，眼中多了几分愧疚。知月，这些日子听说你病了。说罢，他又看着地上渲然欲泣的妇人，皱了皱眉。知月素来性子软，你不要逼他。若是再让我瞧见你难为他，也别怪我不顾夫妻情分。我低头思忖片刻，茶里茶气道：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虽说摔了个茶盏，也吓到了我。裴郎不要为此与妹妹离心才是。你要伤他？裴伯远的声音重了，你无端找茬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敢伤他？那是他自己摔的。他慌忙争辩。我低头一语不发，只绕着手里的帕子。我知道知月你心里难受，只怕不撑着强势的样子，早让旁人欺负了去。裴伯远叹了口气，知月，你若遇上什么事，只遣人来裴家商号知会一声，我就来与你排解。前些日子我去了趟外省，一时疏忽了你的病，实在心里不安。更何况娶别人是我母亲的主意，非我本心。我叹了口气，抬起头，眼里已经蓄上眼泪。我知你苦处，早已不弃你另娶，只盼裴郎与家人琴瑟和鸣。说话间，我下意识开始盘算，除去到手的南楼、西安当铺、椒盐坊和五色坊，近日裴家又订了一批生丝，不知有没有机会做笔生意。如果能成，一定能挤兑死沈无忧。其实嫁人也非我本心。不等我说完，忽然觉得后脑一凉，我僵硬地回过头，却发现匆匆赶来的谢郎。他额角薄汗，却黑着脸。丫鬟来报，我以为你受了好大的委屈，所以赶过来。原来最大的委屈是嫁给我。我看看裴伯远，又看看脸色难看的谢郎，一时间左右为难。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成亲不是假的吗？他又在生什么气？但是当务之急是先给谢郎顺毛。谢郎，我不是。你叫我什么？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叫什么？非我本心是吧？那洞房夜你说的都是假的。说什么？我随口说的，我哪记得？家事让各位见笑了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谢郎已经将我揽进了马车。傍晚时分的风还是刮得人骨头痛，我出去时还是午时，并未穿得太多。如今月亮升起来，我才觉得冷。谢郎接我下马车，却将大氅披在我身上。你不生气啦？我摸着肩上厚厚的披风，心里忽然有点愧疚。两码事。谢郎依旧冷着脸，不为所动。卧房里，我为他倒了热酒驱寒，小心翼翼地拉了拉他的衣摆。小白。他无动于衷。拜拜。他冷着张脸。夫君。他眉心一动。夫君，我是骗他的，那他妻子过来找茬，我自然也要让他不痛快嘛。我瞧着他的脸色，一点点哄他，别生气了吗，夫君，喝杯热酒暖暖身子。我一口一个夫君，谢郎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缓和下来。一杯杯酒饮下，房中的地笼也暖了。他架不住我馋，叹了口气。小骗子。什么？我骗他什么了？不是答应了我不分开吗？是啊，是答应了，不跟那些地契分开啊。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因为你能保住我，不然还能因为爱吗？不知为何提到爱，我的心又是一动。见我沉默，谢郎冷着脸出了门。谢郎真的生我气了。崔浩早听说了那一日谢郎在绣房冷脸，
于是忙给谢郎送来了一位极美的妙人儿。那是扬州城数一数二的瘦马，一双玉手吹拉弹唱不在话下，嗓音连女人的心都能唱软。上午人已经送去了，听说谢郎也没拒收。我在绣房若无其事地喝茶吃早点。早说过，我根本不喜欢他，当然也不在意谢郎有个3妻4妾。只是这茶为何发苦？小姐昨日喝的也是这个茶，没有换。只是这干丝为何涩口？小姐，还是你请回来的扬州师傅做的，奴婢尝着还是平日里那味儿啊？不对，不对，都不是。大小姐，你要去哪？见我揣了匕首夺门而出，丫鬟吓得哆嗦。我自然去给他一刀。马车辘辘驶过青石板街，平日里半刻的路竟然有些难熬。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点酸涩，但是很快被我压了下去。不过是一点萌动的情愫，他若无情我便休。我沈之岳何等人物，绝技不会怕他。谢郎不在，倒是周总管看我来了，有几分诧异。夫人，王爷不在，叮嘱着把人给您送去了。怎么一来一去，走差了不成？什么意思？崔大人送来的那位姑娘，王爷问过了，签的是死契，王爷让他走他不肯，跪在门口又难看。王爷就问他，只要能留下来，做什么都愿意吗？那姑娘就点头了。王爷就让人把她送到王妃您的绣房里了，说只要您点头，人就留下给王妃打工。死契还不用发工钱，不愿意就让夫人找人送回去，王爷避讳着呢。我怔住，说不出话来。夫人您不知道这事？我现在知道了。他人呢？王爷这回估计在和崔大人喝酒呢。酒楼里，我止住了通报的小厮。月色好，他们正赏月饮酒。崔浩对谢郎翻了个白眼。既然你不知他心意，试上一试就好。我好容易请来这么个妙人，人家姑娘还肯帮你这个忙，促他一促有什么大不了？谢郎摇摇头，你不懂，吃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我心中一动，鼻尖竟然有些酸。知月素来薄情，你不激他一下，他永远不知道珍惜眼前人。崔浩叹气，不是薄情，他只是没被好好爱过，所以不知道什么是爱。谢郎大约喝醉了，眼里竟然有几分少见的呆气。你不要这么说他，他在胡说什么？我沈之岳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眼里酸酸的，我一低头，却擦出了一臂的眼泪。我不想再听谢郎胡说了，转身要走，却被眼尖的崔浩发现。之岳，谢郎猛地回头，目光向处那一刹，从来来去自如的眼泪，如今第一次不听我的话，眼泪竟然止不住的掉。我没有。谢郎慌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所以不必再说了，我们回家就好。地笼烧得暖和，他紧紧环抱着我，像搂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，不肯松开。还是我说想吃些橙子，他才松开我。我几次忍不住去看谢郎，灯下看美人，最是赏心悦目。他脱了外衫，撑着手看我时，露出手臂纵横交错的伤疤。瞧我盯着他伤疤出神，谢郎笑笑，已经不疼了。这一句话恍如初遇，他不是青郎王，还是那个我一句嫁他就任劳任怨的小刺客。那次我不告而别，他应该吃了很多苦头，他应该恨我的。对不？不等我说完，他忽然扣住我的后脑，剩下的话语止于唇齿。大约是酒太烈，月色又太好，我竟然没有推开他的力气。谢郎温柔，可小刺客真的在记仇。他一吻印在肩胛，任我如何求饶，他只明明白白的在床上跟我翻旧账。不告而别，已有婚约，一对佳偶，非你本心。错了，吃不下了。小骗子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会信。一世沉香，并着清冽的酒香，月色朦胧，醉得人心摇神荡。他一次次将逃跑的我捞入纱帐，要我漫长3年初见时许下的那杯合卺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